哀家今日来，是找他。哀家的心情，众妃之中，属你最明白了。当年你弟弟卫青宫外出事，你身怀龙胎都要护着他。如今，哀家的弟弟遇害身亡，你说，哀家该如何为弟弟抱不平？这里有2498块玉，你帮哀家数数齐不齐整，给哀家做个见证。母后，这是玉匣用的玉，怎么带来这种丧葬裹尸之物呢？这是哀家为自己这将死之人准备的。哀家的弟弟田汾于宫外被段宏所设的陆绩惊吓之病倒，无端枉死。哀家今日誓死要为弟弟讨回公道。母后请息怒。皇太后，请息怒。段宏不死，今日这玉匣就是为哀家而设。母后息怒，此事哀家倒要看看哀家11月怀胎的孝子，今天是要维护一个姬妾的朋党，还是要存孝义，赐死一个恐吓丞相、十恶不赦的罪臣段宏？一句话，今日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儿臣当然希望母后福寿安康，也知道孝义所在。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若母后执意要以死要挟儿臣滥杀忠臣，儿臣只有为母后行葬祭之礼，以答谢此恩。母后，母后，走开！皇太后，皇太后息怒。不孝子！母后，请听儿臣说。哀家不听。孝有忠孝和愚孝。从前孔子的学生曾参，因种瓜伤及根苗，任由父亲杖打责罚，险些丧命，激让其父背上杀人之罪，羿恶之名。事后孔子斥曾参是愚孝而非忠孝。狡辩！母后生我育我，儿臣时刻恐怕孝敬不周，又怎会忍心让母后背上胁迫天子、干扰朝政的恶名？若儿臣遵从母后之命，以赵隐亡魂吓唬丞相为由，治朝臣死罪，确实能偿母后一时之愧。可施诸理据，必受天下人讪笑，儿臣也得担上愚孝之名。儿臣实难从命。况且儿臣绝不相信什么鬼神索命之说，陆绩之事，天天有之。若舅父光明磊落，又怎会偶然遇上就吓破胆，甚至一命呜呼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自己的亲舅父？舅父那些罔顾皇法的恶行，难道全是诽谤之词？母后爱弟亲切，或许相信，可作为一国之君，儿臣心中有数。母后若纠缠下去，朝中必有不平而鸣者，将舅父行恶遭天谴一事传扬出去，挖出舅父更多罪行，这不是更有损舅父名声吗？
这也非母后所愿吧？恳请母后三思，收回成命，不要让儿臣陷于两难。启禀陛下，可否让臣妾说几句话？说吧。皇太后刚才提起臣妾弟弟当年被抓一事，臣妾回想起来，也甚觉惭愧。当年臣妾愚昧，为了弟弟的失踪鲁莽行事，几乎铸成大错，险些滑胎，伤及腹中骨肉。如今，只要为长公主身体抱恙，臣妾就愧疚当日所为，也许疑惑胎儿。皇太后与丞相姐弟情深，但是皇太后与皇上骨肉相连，母子同心。相信皇太后也不忍皇上受群臣非议，陷于两难，求皇太后英明决断。母后这百年归老之物，今天送到儿臣这里，正好让儿臣赵巧公拿去精雕细琢，每片玉片都要雕上凤鸾祥寿，才能配得上母后的慈恩义德。母后凤体金躯，必定长命百岁，儿臣便有充裕的时日，可以慢雕细琢，以此回报母后的深恩。就这样办。母后，此事就交给我来办吧。这些金缕玉衣，臣妾会拿到东园重新修整，一定会尽善尽美。好，此事就交由皇后办理。诺。陛下为臣，不惜冒犯皇太后，臣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。起来吧，朕已经失去了窦婴和冠夫，怎能再是一个推心置腹的忠臣？谢陛下。这事已经过去，不必再提了。只是跟田汾勾结、图谋造反的党羽一日未查出，始终是大汉的祸患。敢图谋帝位之人，必位高权重。若田汾与之勾结，就肯定是在他未当丞相之前。田汾究竟有何利用价值？这人虽位高，却应该无法自由出入禁宫，所以才要借助田汾国舅的身份，方便行事。臣定会循着这个方向入手追查，并且会在田汾的好友当中一一查询，不将图谋者正法，绝不罢休。有你这话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切记，机密行事不得外扬。臣明白，臣一定会小心。有臣如断黄，朕何事阻虑？有君如陛下，臣死而无悔。启禀魏夫人，皇太后还没起来，或者，请魏夫人先回去。不用了，我在这里等就好了。皇后驾到，窦太主驾到。
参见皇后，参见窦太主。起来吧，妹妹也来向皇太后请安啊。是，只是皇太后尚未起来。是吗？翠儿，快进去通传，说皇后来请安了。诺。魏夫人，你最近勤来请安，是因为皇上最近常宿交房殿吧？但是刻意奉承，未必博得皇太后在皇上面前为你美言呢。臣妾向来暗例请安，今闻皇太后生病，更常多来探望，并无刻意讨好之意，请窦太主明鉴。哦，那应该是我说错了。魏夫人当然不用刻意，只是举手投足已经是敬长辈、爱国君、识大体的贤惠嫔妃，那种真义淑德、挥耍自如，可是装得颇到家呀。母亲怎么能这样讲？魏夫人确实是贤惠入骨，母亲怎么能说她是装的呢？正因为魏夫人这贤良之德，才可以从一个歌姬攀上夫人之位，又得天佑，生出3个女儿。所以嘛，我这个皇后也得向妹妹学习，当一个贤惠的妻子。禀皇后，皇太后刚刚醒来，请内进。娇儿，你看，不是说皇太后正在歇息吗？你来请安就立刻召见。皇太后原来是不想见某些人。那母亲，我们进去吧。魏夫人，看你平时很聪明，怎么突然间不懂情理了？皇太后分明就是不想见你，你偏要进去惹她生气吗？我身为6宫之首，本来也应该帮你，可是总不能让皇太后在病中再受刺激吧。不过，本皇后不介意带你向皇太后请安。魏夫人，还是先回去吧。皇后，臣妾做了些补汤献给皇太后，请皇后代为送上。魏夫人还是自己用吧。皇太后就是因为怒你才不想见你，你让本皇后拿你的东西进去，那万一再触怒了她，你我可都担当不起。皇后窦太主到。皇太后金安。免礼了。母后身体欠佳，臣妾特意备了鸡汤，让母后提神养身。娇儿真是孝顺，别人就没有你这份心了。啊，妹妹呀，这鸡汤是娇儿早上亲自给你熬的，妹妹趁热喝啊。是娇儿亲手做的，哀家当然要尝一尝。若真能提神，就更好了。哎呀，哀家如今是整天困累，药食不灵，太医令开了几副药，都没什么起色。哎呀，这可非同小可呀！妹妹，你睡中可有梦啊？何止有，还噩梦连连呢。一时梦见弟弟，一时又梦见太皇太后。他责问哀家，为何要纵容弟弟杀害那个姓窦的？窦婴脚趾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与哀家何干呢？弟弟过世前几天，他也是噩梦连连。难道
母后福寿绵长，想必只是伤心过度而已。不多虑就好了。就是，想是太医令的药并未对症，所以才令妹妹久病不愈。幸好我们娇儿孝顺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已经为妹妹寻得良医了。哦，臣妾一直为母后搜寻良方妙药，今日还遇上一位义士。他不但神通超拔，而且医术更胜扁鹊，在河西一带被誉为神医。听说有起死回生之术，母后可要试一试？世间竟有此等高人，到底是谁？此人名叫楚福。楚服。皇太后福印，灵丹妙药在此，必能药到病除。母后，你这2天才喝了2副药，气色已见好转呢。相信妹妹的病很快就会康复。起初娇儿推荐的时候，还半信半疑。现在虽未完全康复，但身心舒畅多了。都坐吧。楚服，你果然名不虚传呐！谢皇太后赞赏。不过小女子不敢独占功劳。哦，难道还有比你更厉害的高人？是田丞相在天之灵护佑皇太后。弟弟，丞相素来积德，已归仙道，如今福泽后宫，皇太后才会迅速康复。原来是弟弟，他在保哀家，可哀家却保不了他。母后救父成仙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，为何难过呢？娇儿说的是，他能成仙就好了。哀家心结能解，全因你孝心推荐。哀家要重重赏你。既然是孝心，又何须原赏？母后要赏，就赏楚服吧，是他法术了得，才让母后解除烦忧。这是当然，就赏楚服黄金100锭。谢皇太后赏赐。起来吧，以后你就留在哀家身边，替哀家医病保养身子。楚服只怕不能胜任，求皇太后收回成命。为何不愿意呢？你有什么要求，就说吧。小女子并无要求，只是药到可以病除，灾星却棘手，楚服难有把握，
报皇太后周全。灾星？宫里怎么会有灾星啊？是谁呀？天机不可泄露啊。哀家命你说。可是泄露天机是要折福折寿的。这关系到汉室安宁，况且皇太后对你信赖赏识，你理应报答呀。那小女子只有冒折寿之险说出来。此灾星非出自王侯富贵家，却凭声色技艺攀龙附凤，独占圣宠，因命带刚煞，近者遭殃。正是一朝白玉夺，后宫苦伶仃。什么一朝白玉夺？这只是小女子祭天求神时感应而来的话，其实也不知道什么白玉。放心，你的白玉喜寿乃皇后专有，谁也夺不走的。说，这扰乱后宫的灾星究竟是谁？凭着声色技艺，攀龙附凤，独占圣宠，难道是他？母亲，别乱说。说又如何？谁猜不出来？除了魏夫人，还能有谁？母后，魏夫人向来心善仁慈，对母后恭敬，她的一言一行在后宫之中尽是典范，怎么会夺白玉，又克母后呢？皇后，宁阁与生俱来，且有罡风引路，为她扫平障碍，轻易扶摇直上，只怕祸延后宫。绝不能让这妖孽灾星去伤及皇帝。皇太后，请放心，此灾星遇弱则强，遇强则弱。皇上乃九五之尊，不足为虑。但老幼病弱者，为灾星所克，轻则诸事不顺，重则突发病患，危及性命啊！后宫老幼众多啊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楚服，你若能消灾解惑，哀家必定重重赏你。皇太后赏识器重，小女子必定竭尽所能，报效洪恩。看，圆圆过来了。小希儿，我也要小希玩。儿公主，来，快到祖母这儿来。哎呀，这小东西，来，吃一个。乖，翠儿，带小公主去梳洗一下，让他们休息休息。诺，乖，乖。走吧。三位小公主住在长信殿，更加活泼开朗，母后的气色也更加好了。是啊，长信殿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如果公主在就好了，女儿在身边，母后肯定更开心。最近公主甚少进宫，不知道平遥侯怎么样了？哀家刚刚病好，平阳侯就病倒了，他也要忙着照顾呢。听说平遥侯不知道染了什么痢症，全身恶疮，真是痛苦啊！真的被楚服说中了。要不是灾星逼人，怎么会连在宫外的平阳侯也遭殃了呢？他出身平阳府，而且与公主又亲近。本来说他是灾星，我也不相信。可是现在我不能不信了。唉，母后，
皇太后万安，皇后金安。免了。玉兰节将至，臣妾做了一些香包，献给皇太后沐浴之用。玉兰节，不就是要除瘟避毒吗？这瘟毒的确要避。哀家累了，你走吧。那臣妾不打扰了。小公主在长信殿住了多日，想必给皇太后添了不少烦扰，也让……烦扰哀家的是另有其人。那臣妾今日将小公主接回兰陵殿，以免妨碍皇太后休息。公主们玩累了，正在寝宫睡觉，不要吵醒他们。那臣妾明日再来接他们回去。我明日要带他们去百花林赏花。那臣妾后日来接他们回去。以后你就不用来接他们了，就让他们留在长信殿，哀家亲自照顾。皇太后，是臣妾做错了什么吗？没有什么事，你也不用再来东宫，也不必过来请安了。臣妾是否做错了什么，惹皇太后生气了？臣妾如果有错，任由皇太后责罚，绝无怨言。请皇太后收回成命，准许臣妾接女儿回去吧。你没有错，错在哀家当初准你留在宫中，让你侍奉皇帝。如今虽不能阻止皇帝与你亲近，但绝不能再让你亲近我的皇孙。皇太后何故要拆散我们母女？放肆！你竟敢这么跟哀家说话！魏夫人，别再惹母后生气了，你还是先回兰陵殿吧。臣妾愚昧，臣妾与3个女儿乃骨肉至亲，生死相连，岂能无故相分？请皇太后明示其中缘由，否则臣妾难以踏出长信殿。哪轮得到你说走与不走？哀家不只能把你赶出长信殿，还能把你赶出皇宫。皇太后想要赶臣妾出宫，易如反掌，但凡事离不开天理人伦。母亲养儿育儿乃天理，女儿孝母敬母是人伦。如今皇太后要我们母女骨肉分离，断我为母之职，绝我女儿尽孝之分，违天理，反人伦，情理何在？妹妹，你又忘记后宫的规矩了，你怎么能这样顶撞母后？哀家是皇太后，哀家说的就是情理。你多番目无长辈，女儿留在你身边，只会沾染你的恶习，失礼失教，这就是理。更何况，你是灾星，冲克尊长幼女。为了确保龙毅的安全，哀家不会让你带走公主，这就是情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就给哀家回去。皇太后，灾星之说纯属无稽之谈，怎能以虚晃之说盖过天理正道？母后息怒，要不我们去请皇上定夺，免得魏夫人觉得母后以长欺小，以尊压卑，强夺骨肉。陛下，外敌侵扰边疆、杀人抢粮之事实在紧急。薛丞相、大农令已在宣使恭候陛下，商议对策多时。朕都知道了。你们先议出几个策略，确保西部边关百姓安全，还有那些被外族侵占的木耕土地如何征回，再向朕呈上吧。臣遵旨。朕稍后就到。诺。
参见母后。参见陛下。反正3个公主，哀家一定要留在长信殿。臣妾实不敢再添陛下烦忧，可是母亲养育孩儿天经地义，求陛下恳请皇太后让臣妾将孩子带回去。陛下家事国事皆忙，臣妾愿为陛下分忧，出个主意。皇后，请说。弄孙为乐，是为人祖母的福气。可是10月怀胎，血浓于水，又怎能分离呢？我明白，魏夫人不舍骨肉，也是爱女深切。不过现在陷入两难境地，大家也都是为了3位公主好，臣妾斗胆做一个提议，就请母后让魏夫人领回魏长公主和2公主，小公主则暂留长信殿。3个都是哀家的孙儿，哀家都要护着，不能被这灾星所害。所谓灾星之说，纯属无稽之谈，求陛下明察。妹妹，难道你想把转弯的余地都堵死吗？假若2位公主在魏夫人身边健康无恙，母后就不必再管灾星之说，到时小公主就可以回兰陵殿。陛下以为如何？好。陛下，3位公主一直在臣妾看护下健康成长，即使患病，都只是偶然风寒，全都是小病。所谓灾星不祥之说，祸延女儿，全无凭据。小公主年幼，却被迫与母亲分开，他们一定会惊惶不安的。我的好妹妹啊，母后与小公主祖孙情深，你不必多虑，就让小公主陪伴祖母，让母后宫中多添点欢乐，也替皇上尽孝心啊。就依皇后所言，长公主与2公主由魏夫人带回，小公主就辛劳母后代为照顾。陛下，朕意已决。你不是常说要给朕一个和乐之家吗？那就依皇后所言，让朕一家和睦。国事已经烦扰不堪，不想再为这仕途添烦恼。你也当是替朕分忧好了。好了，哀家累了，要先回宫休息。来民，小的在。哀家宣誓。诺。参见窦太主。免礼。恭喜窦太主啊！曹石已死，实在可喜可贺。先是你那招投其所好，以抚琴、香薰，让皇上重临交房殿；再来一招，挑拨离间，令皇太后认定卫子夫就是灾星；再到这招，宠其所爱，以小公主作为棋子，既可以打击到卫子夫，又可以让娇儿重获圣宠。这3招都算计得非常精妙。好。可是曹石之死，跟我娇儿获宠又有何关系呢？曹石一死，足以令魏夫人众叛亲离，甚至连魏氏一族也马上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此话何意？快说。窦太主不必焦急，只要有双呼风引雨的巧手，就能让不讨窦太主喜欢的人死得凄惨。窦太主，还是那句话，曹石死得好。
息怒，为知臣妾所犯何事，皇太后急召臣妾前来，还求皇太后明示，臣妾有错则改。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流言都传到宫里来了。臣妾不知道有何流言。那是因为太不堪了，所以人家不敢在你面前提起。魏氏姐弟攀附皇裔，姐为皇妃，弟攀公主，郎情妾意，缱绻魂牵，君侯一事，鸾凤于飞。还有呢，哀家说不下去了。皇太后，这些一定是误传，我弟弟断然不会和平阳公。闭嘴！你没有资格提我女儿。平阳侯尸骨未寒，你那好弟弟便乘人之危，对公主意图不轨，实在可耻。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做姐姐的没有好好管教弟弟，才败坏了公主的声誉名节。你该当何罪？这件事不是真的，我弟弟向来踏实守礼。他守礼？那这一切都是哀家女儿的错了。皇太后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臣妾相信这件事一定是无中生有，没有凭据捏造出来的谣言。哼，谣言？空穴来风未必无因。你向来骄纵弟弟，如今闯了大祸，想必你又要包庇他了。臣妾不敢，臣妾一定会严加诘问弟弟。就算没有此事，臣妾也会叮嘱他避嫌。避嫌？避嫌好，最好你们姓魏的全都避离我们。哼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臣派人密查冠夫食客的踪迹，现在已有眉目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交房殿的侍女春玲来报，皇后说晚膳已经准备好了。请皇后稍等吧。诺。那就全力寻找冠夫那帮食客，但愿能查出谁跟田汾有勾结图谋，这可关乎汉室安危。诺。你去吧。还有事要奏？陛下，最近臣听到不少传闻，指魏大夫与平阳公主有染。无稽之谈，哪里值得谈论？只恨那平阳侯刚一离世，就出了这种风言风语。幸好姐姐绝不愚钝，相信她也不会理会。你就转告卫青，让他勿需担忧。恐怕传闻不是这么简单。流言能够迅速传遍长安，应该是有人别有用心。朝臣之间互相攻坚，无日无之。一来她是外戚，二来又得朕器重，早已是众矢之的。不加理会，以才德辅助，才是反击的良策。这件事情不但影响到魏大夫，据闻皇太后也曾召魏夫人责问。朕倒没有听她提及过。是魏夫人有心隐瞒。魏夫人自愧之前为了女儿的事情跟皇太后顶撞，让陛下在忧国之余，还让陛下被家事牵累。此事也非因她而起，朕并没有责怪她。但魏夫人自觉没有体谅陛下，心下愧疚。臣曾在石渠阁遇上魏夫人，魏夫人在阁内写字静思，说以后不论面对何种委屈，都甘心哑忍，不让陛下再受烦扰。
在写什么？陛下，民之饥，米有一役，瞻仰昊天，为其伤矣。是臣妾小的时候粮灾时所见的景况。如今丰衣足食，何必在意往日的苦？记得从前的苦，才知道现在有多幸福。你幸福吗？臣妾有陛下的恩眷，又有一如亲人的知己良朋作伴，更有3个女儿承欢，当然幸福。可你心里很苦，对吗？陛下，朕最近忽略了你，让你骨肉分离，还受母后的气，你受屈难过，为何不告诉朕？臣妾不难过，知道陛下国事繁重，还念及臣妾，已经很满足了。你为朕吃了苦，朕的心好痛。这不叫吃苦，叫尝甘。就像小时候，即使粮灾，也有邻家段大叔赠食，足见人间有情。这份甜，这一生都铭记不忘。好，你要写诗，朕与你一起写；你要思苦，朕与你一起思；你要尝甘，朕也与你一起尝。还记得入宫前，朕对你说的那些话吗？臣妾当然记得，陛下说要与我一起改写这6个字：苦饥寒，逐今晚。娇儿不要这样，皇上始终会来的。纵使我日日期盼盛家到来，到最后都是空欢喜一场。就算准备着福晋、熏香等着皇上，都没有用。他不会再来了。皇上只不过是几日没来，几日？是几年了吧？这些年，我为皇上改变了多少，做了多少，母亲也是亲眼看见。说我脾气不好，我改；说我不够温驯，我改；说我不够皇后气度，我改。我千方百计把她拉回来，没过几日，还是去了兰陵殿。娇儿啊，无论我做什么，只要让她烦躁，她都大发雷霆。可是那个女人，无论有多么不堪，说她灾星也好，招惹是非也好，只要她眉头一皱，她就飞奔去安慰。她有皇上的宠爱，还生了3个公主。哪天再生个儿子？可是我呢？祖母去世，我一个龙裔都没有。我人也老了，还能依靠些什么呢？我空有一个皇后的名号，却已经全盘皆输。
娇儿，事到如今，就只有2条路可走了。还有路，一是跟那卫子夫最后一拼，不管后果，拼个你死我活。我不是早就跟他拼了吗？那要不然就认输吧，以后和平相处，忍辱顺命，或许还能保住你的皇后之位啊。娇儿，是玉石俱焚，还是听天由命？你自己决定啊。望先祖保佑，能从我们所愿，护佑平阳侯之灵，让哀家的女儿心安。谢母后关心。平阳啊，死者已矣，你就节哀，别太操劳。皇帝，你姐夫的大殓已定在下月初7，丧葬事宜要多加准备，确保一切得体。母后放心，儿臣会的。还有，万事都得顾及平阳侯名声，让该来的人都要来，不该来的就不要来了，免得丢了公主的颜面。母后是否听到什么流言蜚语？其实皆属无稽之谈，只是有人见卫青接连得阵提拔，刻意造谣打击。有人的弟弟被诬陷，皇帝最近刻意常往兰陵殿走动，细心安慰了。皇帝可不要只顾着维护宠臣宠妃，就不顾你亲姐姐的名声。母后，儿臣与魏大夫光明磊落，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。若他出席丧礼的话，我会亲自接待。你说什么？母后，谣言止于智者。你们姐弟连心，你们是认为我这个母亲愚钝了？母后，儿臣怎会忌惮？那无稽之谈，便疏远魏夫人和卫青，这非我性情。魏氏姐弟果然有迷惑人心的本领，让哀家的儿子女儿一起替他们说话。在这传德殿中，当着先祖英魂，还敢如此理直气壮，连我这个做母亲的也不放在眼内吗？母后，我既然坦坦荡荡，无愧于心，自然是理直气壮。好了，哀家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若不领情，就算了。不愧是朕的好姐姐，面对流言蜚语，仍然坦然自若。这些怎么会影响到我？倒是卫青，我担心他该如何自处。他是重情重义之人，如今实在令他为难。是的，出席丧礼可能令谣言更盛，但若连前主的丧事都缺席，又怕遭人非议。对他来讲，去也难，不去也难。
段大哥，你尝尝，这是易叔叔新做的莲藕乳蜜饼，你看怎么样？爽润适中，蜜味浓郁。这乳蜜是皇上所赐，我猜是让我苦中尝甜。我想，我的近况是段大哥向皇上透露的吧？我只是随口提提罢了。这蜜饼吃下去，不但口中甘甜，心里也甘甜。这甘中有皇上的体谅，也有段大哥的关心。姐姐，段大哥也在啊。我刚邀段大哥来品尝点心，你来的正好，正想问问你的近况。我再去准备一些蜜饼，顺便看看两位公主。你去吧。关于弟弟的传言，想必姐姐都知道了。我有所听闻。弟弟，你还好吗？姐姐怎么不追问我流言真假？那还用问？我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弟弟懂得守礼吗？我也不知道这流言是从何处传出来的。不过，我明天就要奉皇命去边城治马，正好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去边城？是。今天我就是来辞行的。那君侯大殓之日，你也不能赶回来了。想必是的。看来皇上是刻意安排，让你缺席葬礼，以免被人说闲话。还有，皇上命我将买回来的战马全数放在平阳侯府的马场训练，以备防御外敌。那你以后出入平阳侯府的马场，就算遇到平阳公主，也是奉了皇命，无需回避啊。看来皇上对你信任有加，还煞费苦心维护。你虽为谣言所困，却慕圣恩。果真，坏事变成了好事。你往后更要尽忠效力，以报圣恩。我知道。姐姐也是。虽然要跟朱毅分离，但是皇上对姐姐的情谊不减，宠爱更深。将来凭姐姐的善德，必能感动皇太后的心，也会把朱毅送回你身边的。这样坏事也必定成为好事。说的是，骨肉亲情，足感天下。皇太后定会让朱毅回到我身边。白明，告诉上房，朕不用午膳了。多忙多烦，陛下都要保重龙体。皇后来了。臣妾做了红枣梨子汤，润燥温肺的。皇后什么时候学会做汤了？臣妾也是刚学，还怕不合陛下胃口，忐忑了好久。汤汁清甜，软糯滑口。皇后谦虚了。陛下近日朝政繁忙，日夜劳累，臣妾担心陛下身子，也不知道能为陛下做点什么。你若能令后宫嫔妃相安无事，母慈媳孝，朕便安心了。臣妾明白，臣妾定会尽力缓和母后与魏夫人的关系。
望母后能对魏夫人示贤，让陛下释怀。你真能为朕分忧吗？当然了，陛下以为臣妾还是从前那个娇儿吗？臣妾既然尝过不争不斗、自在轻松的日子，又怎么会介意让魏夫人重得母后的欢心？后宫人人展露笑颜，陛下自然安心畅快。皇后啊，月见玲珑剔透了，还不够剔透，臣妾还有很多事情要学，比如熬汤、做菜，还有女工，还有种花。只要能令后宫添色，让陛下开心的，臣妾都想学。今日这汤真是越饮越甘甜。此汤就叫紫金汤吧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皇后对朕的心意，朕懂。我学做了一些小点，特意请各位妹妹来尝。如果做得不好，你们一定要如实相告，好让我继续改善。谢皇后。来，大家尝一尝。好酥脆呀！到底是什么呀？这个叫巨衄，是用糯米粉和蜜揉搓成环状，然后再以猪油炸成。哎，大家也尝一尝这枣泥糕。这枣子是我亲手摘的，臣妾们今天真有口福。可惜藤鸡抱恙，无法前来。已经派人送去了，还顺便做得清淡些，好让他凝神养气。皇后可真是细心周到，藤姬收到一定感动不已。要是妹妹们喜欢，我以后就常做。你们除了请安之外，也常来我交房店聚聚。后宫祥和团结，皇上才可以安心国政啊。诺。既是后宫祥和团结，那就得大家都开怀顺心，解开心结。以后除了来我这交房店之外，还要多去兰陵殿走走，大家互相关心照应。女儿不在身边，做母亲的难免牵肠挂肚。魏夫人，可要多保重身体啊！多谢皇后关心。母后爱孙心切，当中也许有些误会。魏夫人，我会慢慢开解，让母后一律尽孝。我想，你女儿应该很快就会回到你身边的。谢皇后。听说甜食能让人开怀舒郁，魏夫人，你可要多吃一点啊。这荔枝清甜可口，喝完以后更加开胃。来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快写呀！哦，你们可以歇一歇，先吃些小点。有什么秘密瞒着母亲啊？朱意妩媚如雾，写给妹妹的。好久不见妹妹了，不知道她在做什么，我很想她。不知妹妹吃什么，佳怡做了她最喜欢的干豆羹，很好吃。
所以你们就想写信把妹妹叫回来？嗯。那为何写给妹妹还要瞒着母亲呢？每次说到妹妹，母亲就不开心。母亲，别难过。母亲不难过。母亲看你们这么关心妹妹，很高兴。我们有母亲疼，可是妹妹却孤零零一个人，不知道妹妹现在开不开心。妹妹在祖母那儿一定过得很好，不用担心。知道你们这么疼她，她一定很开心。那就好。你们看，好漂亮呀！人生在世，困阻难免，但是只要不放弃，雨过一定会天晴。而且雨后的彩虹也最美了。妹妹现在只是暂时与我们分开，总有一天会回到我们身边的。到时候啊，我们一定会比以前更幸福、更快乐。朱意，你看这里有这么多花，好漂亮啊！来，给你这个，笑一个吧。都没有母亲喜欢的花啊，那你喜欢什么花啊？母亲和姐姐喜欢的花，我都喜欢。朱意。母亲。母亲。妹妹。妹妹。姐姐，我很想念你们。我带你们去看溪水流啊流，好不好？好，快过来。走吧。走。来，慢点啊。参见皇后。多谢皇后能让我们母女相聚。来吃吧，看你日夜挂念朱意公主，消瘦憔悴，再这样下去，你怎么能照顾好2个女儿呢？来，多谢皇后。味道很鲜美。你呀，终于见到心爱的女儿，胃口好罢了。来，再来一点。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很多？其实，和你斗了这么多年，真的很伤身。长此以往，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皇后，臣妾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斗。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指望得到皇后接纳包容，能像一家人一样。从前，我只是放不下，越放不下，越要跟你争。皇上也离我越来越远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呢？现在，我不和你争了。反而得到皇上的尊重，你知道吗？如今待你好，或许只因自私。我想重得皇上的宠爱。皇后今日能与臣妾以诚相待，臣妾敏感于心。臣妾也希望皇后一切安好，得到皇上的宠爱。你明白就好。过去的种种，我们都不要放在心上了吧。叫。
妹妹，是身子不适吗？没事。还说没事？自从朱意公主不在，你就精神不振，你是一直睡不安稳吧？不瞒皇后，臣妾确实半夜难眠，站在朱意空置的房间，真的心疼，很思念她。你放心，我会慢慢说服母后，好让你们母女早日团聚。多谢皇后费心。谢什么呀？我虽没有孩子，但也体会得到你的痛苦。其实，是你对孩子的慈爱和深情感动了我。哎，你看，他们多亲啊！此情此景，我怎好让你们分离思念呢？朱意，怎么了？朱意，怎么了？我刚才看到朱意摔倒了，满脸的血，可能是我没睡好，眼花了吧。妹妹，要好好休息，别胡思乱想。我想朱意很快就能回到你身边的。